厦门古堡是在一个青石岗上修建而成，就是石头山，然后一共修了10代人，300多年的历史。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梁中敬的院子，因为那个梁中敬就是这个梁家最出名的一个人物吧，梁御史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《三人自由行》。这一集，我们在山西灵石厦门镇的梁氏古堡继续游览。厦门古堡是梁氏家族的聚居地，它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虽历经400余年，也曾遭受过人为的破坏，但其原有的格局却始终没有改变。接下来，我们先游览被称为通道院的借景院。这个院子叫做借景院，也叫做通道院，因为它是可以通向另外一个院子。借景这2个字，它有祈求大福，就赐福、赐予福禄，就这个意思。对，是，那里头有一个小狗。这个梁氏古堡就这种拱建艺术特别多，它就用砖建成大小不一的这种拱形的窑洞或过道。转身看一下身后的那个小圆窗，那个小圆窗呢，它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补风水的作用，采光通风。然后它上面雕刻的是2朵莲花，莲花就表示的是清正廉明的意思。那这个院子像是清朝建的？对，是的，像这一排在当时候就是那个家丁他们所住的，上面是4合院。这都是窑洞式的啊。对，窑洞。因为这边这个民居就是窑洞还是挺多的啊。这是2层带平台的哈。对，以前有5层，只不过现在破坏掉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就这么多。对，它整体是依山而建，所以就越往上越高，都会逐个的修复。慢慢要给它修回去哈。对。所以它就是通道嘛，它就是为了通向下一个院子，它可以放粮食，放物品，然后也可以藏匿，所以它考虑的还是很周全的。前面也给锁了。对面也给锁了。借景院既然被称为通道院，一道小小的通道门又怎能阻挡我们去往御史院的脚步呢？在这个4通8达的通道院内，这个地方，我们跟着导游从这个楼梯向上左拐，就发现了另外一条去往御史院的新路了。梁氏家族以耕读传家，家族中先后有185人为官，其中5品以上66人次，3品以上18人次，成为灵石县乃至山西晋中地区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。我们要从那边往过走，因为它这个锁了前面。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梁中敬的院子，因为那个梁中敬就是这个梁家最出名的一个人物吧。最主要的案件就是拍了一个打虎记嘛，就是他非常的清正廉明。这个院子在当时候就是梁中敬的宴会厅的旧址。上面那个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厨房嘛，做好饭这样端下来，这2个小墩子，这就是当时候的有梁嘛，有柱子，这给坍塌了，然后这个就支撑它的柱子。从这个地方上，
这个御史院其实分为东中西3个院子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御史西院。身后那个就是厨房，你们想看看可以进去看看。他们做饭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炕。这是专司厨房的可能人住的地方。这个它也是前堂后寝。什么叫前堂后寝？就前面都会客，然后看到的这个院子是他们家当时候的后院，就生活区，就住人的地方。再往前就是他的书房院，因为他考中进士以后，他就乡居8年。乡居8年就是专门就是办义学，就是给家族里的孩子学习的，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。后来他就去那个晋中做官。那个后院，是住主人，就是正面就是梁中进他们住。这就他住的。对，1楼就是儿子住的和儿媳妇，这个2楼是绣楼。2楼是就女眷，对，女眷。所以当时候就东厨西厕，那边东边是厨房，这边是西南角就是厕所。咱们可以进去看看这个厕所，就是拱建艺术特别多，就是这种拱建艺术特别多。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是女眷啊，您小心一点啊。因为刚才那个地方是女眷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干湿分离的洗浴间。为什么干湿分离？就是可以洗澡，然后可以上厕所。那个地方是不是好像是厕所？对，有一个坑。您小心啊，这个地方有点低，这个地方就是专门洗澡的。然后它这个地方看，这个地方专门做成这个样子，就可以当时候就放那个木桶的，洗完放木桶的。为什么说它防御性能很强呢？就比如说这种窗户，都可以看出来它的防御性能很强，是因为它这个窗户在当时候叫做箭窗，就射箭特别的方便，很小，躲起来看不到。箭窗易守难攻，地势稍微还高一些。你看人家就是洗澡和厕所在一块儿，对，跟现代西方的这种干湿分离啊。理念很超前了，已经。这样上去就可以看到整个厦门村以及厦门古堡的全景。我们上去拍一拍。挨着汾河是吧？对，是汾水。左手边就是汾水。对，东边，所以说它风水特别好，就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所以风水又特别的好。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大禹治水，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。您看到那个地方，就像2个山之间有一个小口，那个地方就是灵石口。我们说这个地方叫厦门，就是夏禹治水，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，就。对，所以就是厦门这个村子的来历，村民的来历。在我们的正对面，您看到的2个山，就像元宝一样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元宝山。元宝山和元宝山之间有一条沟，元宝沟。元宝沟一直往北那一带那个山系叫做韩信陵。汉代的开国元将韩信，打过仗？没有，他去世的时候，他的头颅被埋在了这个地方。所以就可以看出，不管是秦王陵也好，韩信陵也好，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当时候兵家必争之地，好多军事什么活动都经过此地。而且前面的那条公路叫做我们现在叫108国道，当时候是确蜀古道，都经过此地，而且还有汾水滔滔。想想这个地方的风水特别好。对，但是我们先要下去看看梁中进的书房院。前面。但是最好的季节就人最多。人肯定会很多。对，我们是。就疫情。现在也没事儿。然后我们就去它的这个底下。这也是台阶啊。这古人这个身体想不好都不行，天天爬上。对，爬上爬下。
尤其是在这种依山建的房子。对，所以你看古人的判的人都在天天上下下的。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就是它的后院。这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恢宏大气的一个后院。为什么说恢宏大气？如果在平地上修建这样的房子，也许不是很难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它是依山而建，山上那个石头也许不是很平整，但这个院子看上去特别方正。它也要修这个房子，也显示出了这个梁中敬这个为人特别的正直。就像这个门头上所书写的这4个字：勤俭，这边是忍。这边是让，勤俭忍让，就是他为官、做人、做事、处事的真实写照，这4个字。在御史院的1层，有关于房子主人梁中敬的介绍。梁中敬就是这个梁家最出名的一个人物吧，梁御史，山西厦门从二品吧。最主要的案件就是拍了一个打虎记嘛，这就是他整个案件的这个过程。道光3年的时候，在这个榆次发生的一起案件，一个13岁的这个民女，然后被这个恶棍严思虎就是玷污，然后梁中敬呢就知道了这个案件，他就决定要为民伸冤。所以当时候就是有一句民谣：山西灵石厦门村出了个清官梁中敬。梁御史赛包公一锤子打翻7颗印。这2个吃兽要讲一下，他用的这个石质是五花石，五花石就是这个地方产的一个石头。2个吃兽其实它就是形状，就脑袋的位置不一样。一个吃兽呀，它就是像就仰视的，仰视就看君王嘛。但是另外一个吃兽，它就是俯视的。对，俯视那就是要及时的给老百姓伸张正义。北方的建筑讲究对称，这是一个对称中的不对称。看过了御史院里面的建筑布局，我们出了院子，来到御史院的正门，来看看它的整体外观。御史院。其实您往后看，这个院子这样子拍挺不错的，就站在我这个位置那种恢宏大气。然后它有申福那2个字，申福嘛，福上加福，就这个门匾。御史院门外院子的正下方就是书房院，我们通过旁边的小门，沿着楼梯下到了梁中敬的书房院。这是一座有着东西厢房的小院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小院内居然有2处造型奇特的夹角墙。对，书房院，像正面的窑洞就是教室，就孩子们就读书的。就这个。对，正面的几孔都是。然后这1层就老师可以居住了、办公的。2楼就是当时候的放书的藏书阁。对，这个院子就把这个地形其实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其实因为是依山而建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那种就是不规则的梯形。但是他就设计了一下，怎么设计？就是这个楼梯，里头一个啊，外头一个这个楼梯，然后照壁这样一演示，然后墙角就是一个钝角一个锐角，一个钝角一个锐角，这个地方大于90度。哦，这是个钝角。对，然后一个钝角一个锐角，一个钝角一个锐角，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房子那种梯形弄得比较方正。这你上来能见到这种建筑，这是锐角，这是钝角。它正好把这个梯形给它建筑给你的感觉，它是个长方体，长方体看着很舒服。对，要不然就梯形。太有意思了。啊。
那个就是咱们刚刚过来那个门儿。这个门被堵了是吧？对，要不直接就过来了。那我们要不然直接就过来了，然后现在开了。在天井院环绕一周后，我们不禁感慨，古人对家的热爱，正是透过厦门古堡这一座座奇巧的院子，将人们从古至今对建筑的智慧积累，在这一方天地中呈现得淋漓尽致。然后我们转了一个很大的圈子，要不然我们直接就过来就上去了。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通道院继续往过走。刚才那个小圆窗。今天经过关帝庙的时候，正赶上里面有灵石县的剧团下乡演出。下一集，我们将前往被称为黄土高坡上的布达拉宫的明清古村董家岭村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